这是 Costco 的火鸡肉馅儿，我用它做了一锅馄饨，口感非常清爽细腻。说实话，很难尝出是用什么馅儿做的。火鸡肉是高蛋白、低脂肪、低胆固醇的健康食材，号称最强白肉，非常适合做馅儿。关键看你如何扬长避短。先来调肉馅儿，盐根据自己喜好加，姜末要多放一点。1.5汤匙酱油，适量的花椒用开水沏一下，放凉以后先倒入一半。还会有其他调配料，现在先不加，这一步只是让肉馅单独均匀入味。大虾是做味道的补充，不用太多，7、8只就可以。剁碎以后放到肉馅中。如果感到肉馅比较干，很难拌开，就把另一半的花椒水倒进来。拌好以后应该是细腻滋润，很容易抹平。馄饨皮我还是喜欢自己做，比买来的好吃多了。和面的配比是400克面粉加4克盐，10克红薯淀粉。您可能看到外包装是番薯粉、地瓜粉，都是一个东西。水要边倒边搅拌，我加了195克，这只是大致参考，因为面粉的含水量是不同的，所以可能会有出入。不过水面比例一般不会多于1/2。在上手和的过程中，如果感到特别干，很难成团，可以在旁边准备一碗水，不是洒水，而是偶尔把手沾湿一下。再来说说红薯淀粉，它不会形成面筋，在面团中会打断面筋网络，增强延展性，但又不易破，会使馄饨皮滑嫩而且透明。盖好以后醒面30分钟。1颗火葱切成碎末，火葱可以去腥增香，当然用洋葱也可以，不过洋葱切的颗粒会比较大。1小把香菜切成碎末，火葱和香菜不仅不抢味儿，还能增加总体味道的厚度和清新感，正好弥补火鸡本身偏淡的不足。再倒入1汤匙芝麻油。馄饨和饺子的思路完全不同，馄饨讲究味道清鲜，而不是一口爆香，所以最好不要调成油多色浓的重口味。面团表面之前并不光滑，现在就容易多了。面团太大不好操作，可以分成2块。最传统的方法就是用一根长长的擀面杖来擀。面团虽然不粘手也不粘案板，但是自身会粘，所以要适当撒入一些红薯淀粉，但不要太多，而且基本是撒1次就够了。擀几圈以后展开，转45度再擀。刚卷起来的时候，如果用力过猛，内部会形成褶皱，所以擀的手法是先轻后重。当然后期如果实在掌握不好，你也可以展开，像这样擀。只要你有足够的耐心，就可以擀得非常薄。擀好以后太长，对折就可以切了。家庭制作不讲究，边角料也能包成形状各异的馄饨。你也可以把难题留给下一个面团。俗话说得好，食不厌精，这么努力的自己做馄饨皮，就是比买来的好吃。还有一种更简单有效的方法，就是用压面机，从厚到薄，一般反复3、4次就可以了。这样做的优点是又快又薄，而且薄厚均匀。您看这么通透，包出来的馄饨一定漂亮。包馄饨就简单了，不用水或蛋液封边，也不用用力捏合，靠肉馅的粘性和面皮自身的扭力就可以粘合在一起，面皮筋道一般不会破。煮馄饨同样是开水下锅，因为馅儿比饺子馅儿要小，所以开锅以后最多煮5分钟就可以了。这时候就准备开饭了，可以根据个人的喜好随便发挥，一定要安排大海碗，先倒生抽、香油，再撒少许白胡椒粉，紫菜是标配，如果有虾皮也放点。馄饨也煮熟了，一定要连汤带馄饨一起舀到碗里。喜欢清淡口味的，撒上葱花香菜就齐活了。喜欢重口味的，倒醋加辣油，您随意。馄饨容易吃饱，又不会吃多，容易消化，还能安抚情绪。您要不要也来一碗？感谢您的观看，临走前别忘了点赞订阅。这里是上师厨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